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一句冰箱里有碗被嘲讽，说爸爸职业被忽视。在《奔跑吧兄弟》的录制现场，一个普通的游戏环节却成为了白鹿遭受嘲讽的导火索。当白鹿天真地说出冰箱里当然有碗啊这句话时，现场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郑恺一脸惊讶，随即大声质问道：“你家冰箱里竟然装碗？”连一向温和有涵养的沙溢也忍不住讽刺地说：“那不会是昨晚剩菜吧？”观众席上不断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，仿佛白鹿说了什么天方夜谭的话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嘲弄，白鹿显得极为困惑。他重复询问大家：“冰箱里为什么不能放碗呢？”无论白鹿如何解释，现场的哄笑声却越来越大。最后，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终止这个游戏环节，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闹剧。这一幕生动地揭示了明星与普通人在生活理念上的巨大鸿沟。对于那些习惯了奢华生活的明星们来说，冰箱似乎只是用来冷藏餐前小吃和高级食材的地方，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冰箱更多是用来储存日常饮食，包括剩菜剩饭在内的实用空间。白鹿的困惑不仅仅源于这个简单的误会，更折射出他作为素人出身在娱乐圈中所面临的种种偏见和不理解。这个小插曲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深刻地反映了娱乐圈中某些明星的傲慢心态。他们习惯了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却忘记了大多数观众的日常生活状态。对白鹿来说，这样的误解并非个例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他一直饱受这样的冷嘲热讽。人们对他家世平凡、出身寒微的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，总是难以平等地看待他，刻意地将他与上流社会的那些贵人划分开来。白鹿的经历提醒我们，明星的光环下也可能隐藏着对普通生活的疏离和不解。这种态度不仅会伤害像白鹿这样努力奋斗的新人，也会让观众对整个娱乐圈产生负面印象。在一次高铁车厢内的闲聊中，白鹿谦逊地提及他父亲曾在南车公司从事高铁建设工作，这本应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，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令人心酸的小插曲。白鹿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希望横店能够早日实现高铁贯通，在此我要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期盼。听到这番话，张彬彬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就在这时，坐在白鹿前排的乔欣却流露出明显的不屑之情。他撇了撇嘴，面无表情，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入流的话题。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，包括乔欣在内的其他明星脸上写满了不屑和厌烦的神情。他们的反应仿佛在说：“高铁，那不是很低级的交通工具吗？”直到杨颖开口打圆场，这种令人不适的氛围才稍有缓解。这一幕不仅暴露了一些明星的傲慢态度，更凸显了社会对不同职业的偏见。曾几何时，高铁在国人心中代表着国家的骄傲和中国制造的巅峰工程。对一些明星来说，它却只是一种低人一等的出行方式。他们似乎更青睐飞机的舒适度和速度，完全忽视了高铁建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贡献。白鹿的父亲作为高铁建设的参与者，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然而，这份应该受到尊重的职业，却在某些人眼中变成了可以嘲笑的对象。这种偏见不仅伤害了白鹿的感受，也反映出某些人狭隘的价值观。对白鹿来说，这样的经历并非孤立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因家世平凡而遭受他人的歧视和嘲弄。人们似乎总是难以平等地看待他，刻意地将他与那些所谓的贵人划分开来。这个小插曲虽然短暂，
却深刻地反映了娱乐圈中存在的阶层意识和价值观扭曲。他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明星不应该因出身而自傲或轻视他人，而应该尊重每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职业。白鹿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，坚韧和自信比出身更重要。在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中，董又霖的一系列行为让他成为了网友眼中的离谱少年。这个故事的开端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带狗散步活动，却因董又霖的异常表现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原本董又霖应该和刘仙宁一起带狗散步，然而他竟然把这个重任全部甩给了刘仙宁，自己却沉浸在打篮球的重要事务中，完全将狗狗和刘仙宁抛之脑后。这种行为已经足够令人惊讶，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事后的表现。当被问及为什么独自打篮球时，董又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出了忘记了刘仙宁这个人的离奇言论。这番话一出，现场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至极。刘仙宁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失望，身旁的秦霄贤等人也是一脸狐疑不解的表情。这还不是董又霖唯一的争议行为，在另一次活动中，他和王艺瑾对刘仙宁的吃香品头论足，行为极为不礼貌。他们直呲牙齿，捧腹大笑，嘲讽刘仙宁吃香实在太难看了。这种缺乏基本礼貌和同理心的行为，让人不禁质疑董又霖的教养和素质。董又霖的这些举动很快在网上引发了强烈反响。有网友调侃说他把自己当成了全场最重要的人，也有人直言他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。这些批评声音反映了公众对明星言行的关注和期待。面对这些质疑，董又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，他没有对自己的言行做出任何解释或道歉，这种态度更加深了公众对他的负面印象。董又霖的行为不仅暴露了他个人的问题，也反映了一些年轻明星缺乏责任感和同理心的普遍现象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粉丝产生影响。董又霖的这些离谱行为，不仅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，也为年轻粉丝树立了不良榜样。在一次看似平常的烹饪环节中，董又霖的一个出格行为引发了一场网络风波，这就是被网友戏称为“董八蛋”的事件。事情的经过颇为戏剧性，展现了某些明星行为对公众造成的影响。当时大家正围坐在烤锅旁等待美食出炉，突然董又霖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，他豪爽的一口气喝掉了8个生鸡蛋。这一幕立即引发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震惊和议论纷纷。有人惊呼道：“我头一回见有人一次吃那么多鸡蛋了。”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或许是他建立健康生活的一个基石。”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既惊讶又略带尴尬。这一插曲很快传开，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。网友们创造性地将这一事件称为“董八蛋”，既指董又霖喝下的8个鸡蛋，也暗含对他行为的调侃和批评。面对这场风波，董又霖的反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或做出解释，而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这只是一时冲动和任性的决定。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，给人一种目中无人、缺乏基本素养的印象，与公众人物应有的谨慎和稳重形象相去甚远。董又霖的这一系列行为，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任性和不成熟，更凸显了某些明星对自身行为影响的漠视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。董又霖的举动虽然看似无伤大雅，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明星的整体印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年轻粉丝产生不良影响。明星的言行往往会被粉丝模仿和追随，董又霖的董八蛋事件可能会误导一些粉丝，
认为这种出格行为是可以被接受，甚至值得效仿的。这个事件提醒我们，明星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认识到自己对公众，特别是年轻粉丝的影响力。同时，它也反映了公众对明星行为的关注度，以及对明星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期待。白鹿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她的成长经历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孩在娱乐圈打拼的艰辛与坚持。这段旅程不仅诠释了野百合也有春天的道理，更凸显了素人艺人在逆境中奋斗的韧性。白鹿的起点并不高，在事业的起步阶段，她曾面临重大抉择，差点放弃演员梦想而选择去韩国当练习生。这个决定反映了她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，也显示出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。8. 幸运的是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著名导演于正慧眼识珠，发掘了白鹿的潜力。在于正的指导下，白鹿获得了在热播剧《周生如故》中出演重要角色的机会。这个角色成为了她事业的转折点，让她一炮而红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然而，即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白鹿仍然难逃被人质疑和贬低的命运。她的普通家庭背景似乎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污点，让她在娱乐圈中饱受歧视和嘲弄。从冰箱里有碗事件到被嘲笑父亲的职业，白鹿多次遭遇不公平的对待。但正是这些挫折和困难，锻造了白鹿坚韧不拔的性格。她没有被嘲笑和质疑击垮，反而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修养。白鹿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真正的明星魅力不在于出身，而在于才华和努力。白鹿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，出身并不是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。即便来自普通家庭，只要怀揣梦想，保持努力，也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所成就。他的经历也反映了娱乐圈的现状，虽然仍存在偏见和歧视，但机会和舞台对每个怀有才华和梦想的人都是开放的。9. 白鹿的奋斗历程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史，更是素人艺人在逆境中奋起的缩影，为许多怀揣演艺梦想的普通人带来了希望和鼓舞。白鹿和董又霖的经历，生动地展现了公众对明星的期待与明星实际表现之间的矛盾。这种落差不仅影响了个别明星的形象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公众对整个娱乐圈的信任。人们期待明星能够谦逊、有教养、富有同情心。然而，现实中的某些明星行为却常常令人失望。白鹿因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被嘲笑的经历，以及董又霖的忘记刘些宁和董八蛋事件，都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明星光环背后的真实。这些事件反映出，一些明星可能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逐渐脱离普通人的生活状态，甚至对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产生轻视和不理解。同时，部分明星也可能因为名气而产生优越感，忽视了自身行为对公众的影响。然而，这些挑战也为明星们提供了成长的机会。白鹿通过自身努力赢得了观众的认可，展现了素人艺人的坚韧和潜力。而董又霖的争议则警示他需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言行，体现出公众人物应尽的责任。这些故事给整个娱乐圈乃至社会都带来了启示：真正的明星魅力不在于出身或地位，而在于才华、努力和品格。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白鹿这样坚强奋斗的艺人，也希望某些明星能够反思自己的言行，真正成为大众的榜样。同时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在欣赏明星光环的同时，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他们的言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促进娱乐圈的健康发展，培养出更多真正有才华、有品格的明星。